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大家知道我现在还在休假中，所以我们就不做阐释原文的一个分享，就直接做这个周末的复盘。我们来看一下，下周还有很多比较重要的经济数据要出来了。这个 CPI 数据在下周二，然后周三 PPI 也是非常重要的，周四还有这个零售数据，所以，尤其是周二和周三这两个数据关注度是非常高的，美东盘前。下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财报。从7月15号开始，下周二就是这些大的投行、大的银行要开始财报了，每次都是他们打头阵、打先锋。所以说财报季要开始了，那么市场的波动，尤其跟个股相关的波动会非常大，大家就需要关注一下你们自己关注的这个股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形。那么图形的话，我把这个画图软件调出来。现在我们看的这个，先看一下标普。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分析个股，看一下标普，然后还有两个会员朋友们提问的。会员朋友们，因为我在休假过程中没有办法做直播，所以说你如果说有你们想分析的个股的话，请在这个视频下方留言，这样的话我会在或者说我尽量会在周末复盘的时候分析到你们关心的，对吧？这样的话会更有针对性。那么有两个个股是会员朋友们提问的，我们也要分析一下，然后再大概看一下几个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或者说波动比较大的。好的，先看一下标普，先看一下大周期。那么月线的话，因为本月才刚刚过去一周，对吧？那么还有3周时间。那么现在这个月线已经出现最高点了，已经出现新高了，6290.22。那么这个月线上还没有任何的顶分型的迹象，只要没有顶分型的任何迹象，比如说它没有生成一个十字星的 K 线，或者说上影线特别长，然后这个 K 线实体特别小，只要不出现这种形态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太担心，因为这两种情况是比较容易出现反转的。出现这两种情况，容易出现就是相对的高位或者说相对的低位出现这种 K 线形态，容易形成单 K 反转，就不需要形成顶分型的时候，你可以出现预判，只要出现这个中间这个 K 线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预判，对吧？所以说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那么这是月线上，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递归，看一下它这个次级别，看一下周线上。那么周线上我高亮那段我们之前分析过，虽然说因为特朗普的原因，造成了这个一个超过20%以上的一个大回调。你看它这个周期是周线上，所以这个回调是杀掉了20%。那么当时是踩到哪儿了？我们看它这个 K 线，看一下裸 K，刚好是踩到了120周，看到没有？这根单 K 踩到了120周 K 线上，120周均线上。所以说120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均线。你看前面这里120周，这踩到120周都没有碰去，200周都没碰。这个是在120周一段时间在这里盘，然后又上到120周之上，对吧？这里是有一个做了一个中枢上去的，所以120周在尤其大周期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根均线。那么现在这个之上就是非常强势的。那么我们再回头看这个缠论的这个结构。那么从3491这个结构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这里是一个进入段两次回调，做了一个中枢，大 A 中枢，然后开始走离开，然后再次两次回荡，这就是一个类似一个扩张三角形的一个中枢，对吧？有的中枢是这种收缩的，对吧？这是出高点不出低点，是这种结构；有的就是扩张型的，又出低点又出高点，是一个喇叭口。传统理论管这种叫喇叭口，或者说我们叫扩张型的中枢。哪种中枢都可能，哪种中枢都可以，你只要不破坏它的结构。虽然说它最低砸到了4835，但是并没有碰到前面这个中枢的高点4607，所以这还是一个趋势上，结构并没有破坏。那么现在它还是在做什么呢？就是围绕第二个中枢在做震荡。
它可以继续往上慢慢爬，具体爬到多少的话，那你要是想预测的话，那就比较难了。我们用工具的话，可以简单测一下，就是从这个起涨点，从这个看一下这个价格4103，这就是进入段，这就是第二个大 B 中枢的进入段。我们现在如果说测这个，如果说是离开段的话，我们就可以比较一下进入段的空间跟离开段的空间，看看有没有什么等比例啦、0.618啦什么之类的。就用这个斐波那契扩展器测一下它可能出现的这种反转的位置。等比例在哪儿？6831，看到没有？从它涨到6831，跟前面这段的空间是相等的。一般这个机构是喜欢用这种等比例了，或者说其他的黄金分割的位置来来做反转。但是呢，这个没有100%的对应性，你只能是作为一个参考，对吧？所以说，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所谓的什么魔法的数字，就觉得一定到那里，没有一定的事儿，所以说只能一点点跟踪它。那么现在我们再看裸 K，周线上现在没有顶分型，刚刚过去的这周呢是收了一个十字星，这就需要我们警惕了，看到没有？就是我刚才说的，现在本周收了一根十字星，那么容易出现反转。如果说下周只要跌破本周的低点，刚刚过去这周的低点就是6201，它只要跌破这个低点，就会形成一个顶分型，因为它现在这个是那个结构是这样，只要跌破这个低点，顶分型就会出现。所以说，这需要我们警惕，下周是不是要跌破6201了？只要跌破了，那你就要小心这里是不是要形成反转，然后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那就继续在这震嘛，对吧？所以现在其实就是一个中枢震荡策略，中枢上方力度衰竭的时候，你减仓，或者说你去做对冲，有这个能力的话，那么中枢下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去加仓，对吧？正好这个节奏千万不能错。那怎么判断力度衰竭呢？那就看它有没有背驰嘛。怎么看有没有背驰呢？本周期你是看不到的，你需要去到它的次级别，需要利用区间套看它的次级别，对吧？看一下次级别内部是不是出现背驰了，结构是不是饱满了，对吧？那么就是4835到6290这段，因为所有的这些在周线上只是一笔，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日线上是啥结构？进入段两次回荡，然后离开，是这么个结构，是一个盘整上的结构。那么在日线上，我们又可以比较力度了，就是这个日线上的这个中枢的进入段跟它的离开段，我们目测也知道，这个是长的进入段，这是短的。但是呢，前提是这个离开段要结束，对吧？如果说离开段没结束，虽然说现在日线上也有顶分型了，日线上也有顶分型，但是呢，它可以是一个中继的，它可以慢慢再往上爬，对吧？它可以没结束，所以说你现在的比较只能是一个暂定的。你假设这个位置6290就是一个最高点，你假设它回来，你现在就假设它比较一下，哎，它有背驰了，弱了，你就说假设这里要回来回调，那么回来的话又有几种方式，回来不回到这个中枢，对吧？那就是3买，还可以继续往上走。回来如果说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那就是继续中枢震荡，对吧？所以说每一种变化我们都有一个临界条件的，回不回得来，你就用双触发，对吧？什么是双触发呢？首先要有底分型吧，回来的话，你首先要判断这个位置出不出现底分型，如果不出现底分型的话，它就可以一直往下跌。所以说，借用我们的双触发，你可以相对精准的买到一个相对拐点，离这个拐点很近的位置。所以说，这就保证了你这个成功率，或者保证你的这个操作的这个基本上买了就涨，卖了就跌，基本上就这个拐点靠得非常近，这就是双触发的一个作用。因为你很多时候你发现有底分型了，你买进去了，然后仓位又比较重，但是没想到它变成一个中继，它可以继续往下跌呀，对吧？所以说你一定要结合这个周期和它的次级别2个周期，最少要看2个周期，你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立体的一个交易。
你不是单单我只盯着一个周期来交易，因为周期都是活的，它都是从小周期慢慢生长成、慢慢递归成高周期的，所以一定要结合小周期。那么现在在日线上，我们刚才说了，这段可以不结束的，我们要关注一下最后这段，看一下它的内部。那么我们关注重点又变了，利用区间套，我们关注重点就变成了日线上这个小的离开段，看一下它的那个内部结构。虽然说我刚才说了，日线上现在已经有顶纹型了，而且前面已经出现过几次顶纹型，看这里也出现过顶纹型，顶纹型已经是第3次出现顶纹型了。那么如果说这里要回撤一笔的话，也就是说下周因为 CPI 数据啊、PPI 数据的一个刺激，如果说回来，那么你还是要关注能不能够回到中枢里面来，回不来的话还是300，回来的话就居于中枢震荡，但是它这个空间并不大，对不对？就是从55943，我们现在测一下，现在有多大的空间？只有将近6%的一个空间，空间并不大。所以说它如果说一个快杀，因为牛市的节奏就是快跌慢涨，对吧？它往下杀的时候都是速度非常快的。就是如果说一旦出现一个快杀，你不要去割肉去，而是要在上涨衰竭无力的时候你去卖点。那么出现快杀的时候你敢买呀，因为你在高位有减仓，所以说下面才敢买。所以这就是一个交易的一个节奏，千万不能说我杀下来去割肉，然后往上涨的时候我去追涨，那你就彻底的一个错乱。好的，这就是这个标普，我们就简单说这么多。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先看一下朋友们的提问，这个 BEAM，这应该是一个跟医药相关的，或者说跟这个小药股吧。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我们之前应该分析过。那么它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它现在在月线的这个大周期出现了一个盘整背驰，这就是挺有意思的。我们把这个2个价格给它标出来，这是16.95，前面这个低点13.53，月线上出现了大周期的盘整背驰。如果说这个周期能结束的话，那么相对应的月线上给你反弹一笔的话，那你看一下，现在从这个价格到前面这个高点49.5，看一下它的空间。如果说能起来一笔的话，241.93%的空间呢，这个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如果说直接走微转，那就去前高了，就800多的一个空间。虽然说看着空间很大，但是跟医药相关的，或者说跟这种呃叫市场上管这种叫小妖股嘛，对吧？妖股就是出现一个数据比较好的一个可能买的药啊，或者一个治疗的一个东西，数据非常好，那立刻就飞上去了。这个风险是很大的。如果说你不了解这个的话，然后仓位又特别重，那你就勤等着吃面吧。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建议是，或者缠论，它是3个维度选股，3个维度的一个交易系统，基本面、比价关系，最后才是技术面儿。所以前2个是非常重要的。前2个如果说你选不好的话，你技术再好，你可能就是瞎折腾，你会非常非常累。如果说你前2个选好的话，其实是你即使拿着不动，你都不会亏钱。你会发现长期交易来，你会发现这个，所以说不是说我们天天讲技术面就是技术面最重要，而是技术面的变化多、变化快，所以说你就要利用这个，我们是利用技术面利用这个技术把我们的成本降下来，而不是说其他2个就不看，你是在选择好基本面和比价关系的前提下才看技术面，如果说基本面和比价关系出现了变化，你的技术面是不需要看的，你根本都到不了技术面这一层次，晓得吧？所以说一定要选好个股，选你了解的，选你能够深拿的，选你它再跌个50%，再跌个多少的，你能拿得住，你对它这个公司有了解、有信心，对这个行业有信心，你这样才可以。所以说不要单单去关注技术面，在这里需要强调一下。那么这个图形上，基本面我是不知道这个公司的，因为是朋友的提问。那么图形上它是出现了一个盘整背驰了，大周期的又是一个，对吧？现在这个月线上反弹还不够比，现在月线上只有4个月，所以说必须要再有1个月，下一个月才可能反弹够比。但是它也可以是比较强的反弹，但是它这个空间是有的，起码图形上空间有，但是就不知道它的基本面
能不能够给这个公司带来这样的上涨？因为所有的图形都是基本面的一个体现嘛。这就是我们小散户为什么看图形跟巴菲特一样，巴菲特也是看图形，也是大周期的，他进场他在图形上有体现的，所以图形是最公平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月线的盘整背驰，就是最后这一笔能不能够结束，就是49.5跌到13.5，结没结束，对吧？它只有结束了，那么这里才有可能出现一个上涨。看一下周线上，哎，这就是我们之前分析过的，我们看它这个结构，这就是大周期上从这个最高点下来1、2、3，所以这个是第3段，这就是我们刚才高量的一段。那么高量这段，这是进入段，然后这是一个中枢震荡，然后这是一个离开，然后还跌破了前面的这个最低点。那我们现在可以，然后现在这个回拉呢，从13.53又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你发现没有？我们可以把这个中枢的位置给它调整一下，我们就知道现在我们看的是哪个中枢。这是中枢的低点，这是中枢的上沿儿，所以说又回到这个中枢里来了。中枢的下沿的价格21.14，那么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最高点在22.51，刚好拉回来了，刚好拉回到中枢里面来了。所以它一种可能性是还在做中枢震荡，还可以再下去；还有一种就是走反向，就是13.53就是一个历史低点，这里可以走出来月线上一笔，它这可以跌一下，给一个2买上去，这样的话就构成什么呢？构成我们刚才看那个月线上的一笔反弹了。所以说这个刚才是我们刚才看的空间到49.5到这里，对吧？所以就看它这一笔上去是能够回踩一次不跌破13.53，那就是2买；跌破13.53，那就是这个中枢继续向下走小 B 段了，那有可能在下面再做出来一个中枢，这前面就是大 A，这就是大 B，然后可以再打一个低点，来一个小 C 段，结束整个的49.5的下跌。所以说它可以是没结束的，前提就是这个13.53能不能够被跌破，然后还有就是跌破之后的一个速度是不是非常快的下杀。如果说跌破了之后，哎，速度并不快，那么你也可以去比较进入段离开段的力度是不是有背驰，它还得再往回拉，对吧？就只有它出现非常强势的往上走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反转，才有可能出现微转。那么最后再关注一下13.53到22.51这有大概1、2个月的时间的这个 K 线，在它的次级别，看一下它的日线上是有一个什么结构，能不能够出现一个微转？它这里是有一个小结构的，你看到没有？虽然说我们可以不去小周期看，在周线上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它结构有进入段，然后2次回荡，然后有一个离开，有这么一个小结构。它如果说能快速打上去不被持，然后呢在这里再做中枢，然后看再打一个高点，也就是说周线上有可能没完事呢，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本周期就能观察到。当然更细的肯定是降低周期看了，对吧？就是把你的区间套，把你的这个显微镜度数放大。我们来看这个日线上，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这就是13.53进入段，然后这是1、2、3，做成了中枢，开始离开，对吧？然后现在日线上也有顶分型了，再看裸 K，又顶到了120K 和120日和200日均线的这个区间这儿，然后又出现了顶分型。如果说这段力度不够强的话，你看它这是起涨点，然后这里有一个小中枢，1小时上这里有个中枢，然后这里是一个1、2、3段。如果说这个不够强的话，直接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看这个，比较一下进入段跟离开段，我们把其他的给清一下，这样的话相对的清楚一点。比较一下这个，进入段、离开段，等比例在哪儿？23.49，看到没有？你这个22.51，又是200天均线，又是23.49，这都是压力位，这都是相对的一个压力位置，力度不够强的冲不上去的，你逃不出去，你必须非常强的往上拉，才能逃离这个小中枢的一个吸引力呀，对不对？所以说它可能更大可能是再拉回到中枢里面再弹一次，因为你在做好中枢之后，你不知道它哪一次出去。
你不知道哪次能逃离出去。它可以是每次回不就是逃逸速度不够强，就会被拉回来，然后再上去，然后直到有一次回来了，然后没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那就是300，它可以再往上走，对吧？所以现在个人倾向，我的个人倾向，它是在拉回到这个中枢里来，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这个中枢在这里拉回来，看再往上弹一次，看能不能出得去，然后还会给你一次回撤，让你再次买入，形成300之后再打高点。然后如果说不背驰，还可以继续往上走，对吧？背驰的话就回来，在这里做中枢，第二个大 B 中枢，下面是大 A，就说结构都是这样，结构都是这么分析。出现了这种情况，你就要应一应了，你要防止它回来。你这里不应的话，拉回来你就相当于在这坐电梯了，因为你可能是在下面买的，那这个位置这个短差是要卖一卖的，毕竟又到了相对的这个压力位置。好的，这就是这个 BEAM。我们再看他问的这个 ALAB，ALAB 的话，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尤其是周线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中枢，对吧？它上市的时间也不长，24年3月份上市的。那么在周线上有这么一个中枢，还非常明显。然后从这个47.3到103这段刚好也是到了这个中枢上沿的位置，所以说出现了这个有点涨不动的感觉，也是很正常的，对吧？就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啥呢？就是这段它的内部，因为它下面这里明显有3根或者3根以上的 K 线并排，尤其是后面这个已经有6、7根、7、8根这个或者7、8周都在这里排着，所以说已经横了挺长时间了。就是相对的刚好又是处在这个周线上沿中枢上沿的位置。如果说这里出不去的话，可能要再回踩一次。我们这里有一个中枢的中轨，如果说回踩一次再上去也可以啊，只要在中轨之上，都是相对偏强的，就是多头的力度是相对偏强的。那么这种回撤我们是要做多的，所以说它现在就没有脱离，或者没有明显的迹象要脱离这个中枢。你看前面这里，虽然说它这里涨得好像看上去很强，你虽然说这是构成中枢段，但是一旦形成之后，我们是可以看这个力度比较的。前面这个力度这么强都没逃得出去，又被拉回来了。那你现在这个位置，你一比较就知道了，它肯定是弱的。就现在你这段跟前面这个比较，明显是偏弱的，对吧？你看前面拉的是非常凌厉的，这很多大阳线，很多大阳线往上走，都没逃得出去，又被拉回来了。所以说这个位置已经是相对的偏弱了，你就要减一减，先不要去预测它能不能够出得去。既然它已经表现出来弱了，那你就应该去应对，减一减。那你手里如果说你长期看好它的话，我们一般都是强调，不依次不全仓进出，我们是分批进分批出，到了这个位置我卖一点，对吧？回来了我再买回来，上去了，哎，没有力度被持了，我再卖一点，就是一个仓位的一个调整。你会发现长期下来的时候，你只要选好了股票，选好了那个行业，你就是做一个加减仓的一个动作，涨多了减一减，跌多了加一加，就这么点事儿其实。那么就是在这个周线上，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次级别日线，你会发现那个次级别呀，走的尤其是后面这段，在这个周线中枢上沿这个附近走的非常非常纠结，没有力度往上走。那么它这个裸 K 的话，虽然说现在已经把这个均线调上来了，你看它之前是一直在这个120周下面，现在是冲上了120周，在这里盘旋，所以是在这里有点慢慢的这个横盘整理，有点横盘整理的迹象。那么如果说它这个力度跟不上来，你看它这里已经有高点了，但是跟前面这个位置的比较，明显的 MACD 起没起来呀？没有起势，就是 MACD 形成交叉之后，这个张口一定要大。你看前面这个张口就相对偏大，对吧？现在这个张口，我们看这个并不大，是粘合状态，那说明它的这个本周期和次周期没有力度，没有力度在这趴着。所以说，我个人更倾向这里就是它再回来，甚至是稍微一个大点的回撤，
或者说一个3段的回撤，这样的话就会构成我们刚才说那个周线的一个大点的回撤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你去往里加仓的位置。那现在是偏弱的一个状态。好的，那就是这是有2个朋友们的提问。那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因为现在比特币最近这一周是非常非常热的，非常非常火爆的，现在已经是最高点在118,909了，已经是11,8,909。每一个平台啊，这个高低点的这个数值有可能不同。我看的这个是 Coinbase 上的，你看的呢有可能是 Robinhood，其他人有可能是 Binance，这都差不多，对吧？每一个平台它有时候这个数值有可能相差有一点点区别，但是对我们分析这个结构并不影响。你只要具体交易的时候就根据你实际平台的就好了。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看好比特币或者说长期看好它的话，你就买它的 ETF 就好了，不要去做它的这个期货的这个合约，因为那个是很容易爆仓的。你要如果说操控不了，杠杆儿，又控制不住，尤其周末它也可以交易，对吧？所以说是很容易爆仓的。那我们看一下为什么现在比特币这个结构这么强？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结构。那么之前其实是分析过它的很多次。现在这个看的周期是啥周期呢？月线，每一根 K 线都是1个月，这是月线大周期上。我们看一下月线周期这个结构，下面有一个中枢，这有一个大 A 中枢，这有一个大 B 中枢，但是呢，2个中枢的高低点有接触。这个中枢回落的这个低点15460，跟上面这个中枢的高点13868，它是有接触的。这是一个升级之后的一个大中枢，就是说它2个中枢升级了，只要高低点有接触之后，中枢升级。那么现在是可以是走这个升级之后中枢的小 B 段。那么其实模型很简单呐，那就是一个进入段，一个中枢，然后开始走这段。它现在是可以再走这个小 B 段呢，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它这么强。一般针对一个模型的话，就是进入段跟离开段都是单边段，它都是力度非常强的。那么我们的关注重点就是49050到现在的最高点，因为现在在月线上还只是一笔呀。因为虽然说这里是有过将近5个月的回落，但是呢，它其中有2根或者有2个月的 K 线有包含关系。你经过包含处理之后，它并不满足我们这个缠论的完美的一笔回落，对吧？但是如果说你当成一个递归的一笔回落也没有问题，就是1、2、3段了。但是严格定义的话，现在就是一笔，就是我们就按照严格定义来。那么严格定义就是一笔，看一下它的次级别。现在月线上没有任何的月的顶分型出现，周线它的次级别3段，1、2、3，对吧？3段出来之后，我们先可以测一下这个空间，用这个扩展器。好的，那么等比例在134,728，13,4728，是这段上涨的空间跟前面这段上涨空间一致，现在已经突破了0.618了，就看它后期有没有力度往上继续冲一冲，起码冲到等比例的位置，也就是将近14万吧。取整的话就是14万附近，如果说有力度往上冲的话，就14万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口。这是我们通过这个大周期，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看它这个水印儿，看这个水印儿。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上，所以说周线上14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那么如果说真能够冲破14万不背驰的话，那就牛了，那就是1、2、3，可以是1、2、3、4、5，甚至6和7，对吧？所以14万是14万附近，是比特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那么能不能够往上冲呢？那就是看第3段了。第3段，也就是从74420到118,909，对吧？那就是我们利用区间套一点点递归嘛，一点点往下看，用区间套一点点往下看，把这个去掉。好的，我们往下继续看，现在是周线，我们看它的次级别日线。那么日线上结构，跟我们刚才看过很多的图形都差不多。这是74420进入段3笔，然后2次回荡，然后开始离开，对吧？还是一样，你要关注的重点就是
这个离开能不能够跑得出去？跑不出去就会被这拉回来，然后继续往上跑。哎，这次回来没回来，没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300，还可以再打高点，甚至是在这里再做中枢，这样是就是大 B 前面是大 A，结束整个的这波上涨也可以的，对吧？所以说现在关注重点就来了，98225，看这个离开段，因为我们现在目测这个离开跟前面这个进入是短的，就是离开段短，空间小，有背驰，但是问题是它要结束啊，对吧？现在日线上还没有出现顶纹型呢，但是呢，它这个里面是有中枢了，这里个小周期上又是有一个进入段，又是有一个离开段，相当于这个结构同构了。你会发现，日线上也是这么个结构，进入段一个中枢一个离开，然后它的小周期上也是这么个结构。所以说你现在就是，别往里追了。首先是，已经在这个要出现有点开始偏弱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它可以再回来，看它能不能够回得来。哎，回来的话就是继续中枢震荡，回不来才会形成300。但是呢，它这个往上拉的这个空间吧，并没有特别的猛。如果说你离这个中枢上沿不够远的时候，就很容易被拉回来。只有它离开的时候比较偏微度，这个空间越大，才有可能回撤，回不来才形成300，再往上走，对吧？所以说这个空间我们现在目测的话，它现在有点偏弱了，那就看它下周因为这些数据的刺激，还是其他这就是7月9号和7月10号这2天拉的比较猛。7月9号是涨了2.13%，7月10号涨了4.27%，这2天拉的不知道是什么消息刺激啊，还是说其他的这个情况，还是更多的机构加入到这个比特币的购买中了。如果说这个的这个因素刺激的话，那么对整体的这个虚拟币都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好消息嘛，因为现在这些机构开始，因为他们买卖的这个力量是大的，比小散户这个力量还是大很多的，所以说就看这些，还有就是美国政府能不能够推出更多利好比特币的一些这个消息，所以说呃长期看好它，那你就拿好你的这个 ETF，你即使不去做差价操作，都有可能，就说想亏钱也不容易的。所以说选好了基本面，选好了行业，你这个技术即使不太好，就只是偶尔做一做，可能效果都不会太差。所以说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强调，先选基本面，先选你的行业。好的，这就是针对这个比特币，我们简单说一下。然后呢，再看一下这个，最近或者说刚过去这周，大家这个讨论比较多的就是这个特斯拉。因为啥说它呢？就是这个，因为马斯克嘛，也是已经公开的他的这个新党 American Party，对吧？因为这个大而美的法案通过了，那么马斯克也兑现了他的承诺，就是成立了这个第三党，或者说成立他这个新党 American Party。但是之后的这个，因为他深度参与到政治中，毕竟他是跟这个美国政府较劲儿嘛，至许的对公司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如果说因为马斯克的个人原因，毕竟特斯拉受到马斯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马斯克就是特斯拉的形象，对吧？所以说，为什么股价震荡那么厉害呢？就是受到这个各种消息面的刺激特别多。但是图形上我们看一下，首先这个周线上啊，我们之前说过，从这个138.0是有结构的，这是周线上进入段2次回荡，然后开始离开。现在就是没有办法说214.25这个离开结束，它现在是相当于处于一个中阴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这个回落刚好是回落没进来，273.22还在这个上沿上面，这个中枢上沿在271，没回来。所以说，它只要不跌破273.21，只要不回到271之内，就是之下，比如说它回到这里，如果说踩一下这个，看一下裸 K，它如果说能踩一下这个200周
和这个120周这个位置刚好是快要粘合了，在245左右吧，或240附近。如果说能够踩一下这个位置的话，那就刚好回到中枢里面来，那就会形成一个再次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场做多的位置。因为这个120周和200周就是这些中长期投资人的一个成本价格。如果这里得到支撑的话，那就看能不能够快速拉上去。所以说呀，在周线上，它是一个类似一个中阴段或者说三角整理的一个形态，没有方向。它可以是往上走，也可以是往下砸，它可以是再次突破367.71，也可以是往下砸，跌破273.22，所以它没有方向。那么在周线上是没有方向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些 K 线的一个日线，看日线上有没有方向。哎，这就是我们利用群元套又降低周期，我把这个断开。所以说我现在关注的就是214.25右侧这些 K 线。那么它的结构，这是进入段，这是进入段比较大了，它有两个小中枢，在次级别有两个小中枢，然后2次回荡做出中枢了。那么这个就关键了，现在怎么说呢？你如果说这里离那个做一根趋势线的话，前面两个高点连线，我们把这个高亮的去掉，前面两个高点连线有一根趋势线，那么它如果说上涨到这个位置，正好顶到趋势线上上不去的话，那可以继续往上砸，跌破273.22，那么这就构成了一个新的结构了，就变成了一个进入段2次反弹，然后再次跌破前面这个最低点，就构成一个中枢反向中枢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在什么呢？在周线上那一反弹，这个位置是可以仓位稍微重一点的，因为在周线上它是120周和200周相交的那个位置，就是240附近这么一个价格，对吧？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次反弹的力度了。如果说288.77现在已经反弹够笔了，看一下裸 K，刚好是顶到了200周这里，看到没有？200周均线也在这里。如果说这里上不去，或者说即使往上冲一冲，再往上冲一冲，到这个均线这里上不去的话，那你就要注意它可能是不是再下来，要去再次快速跌破273.22了。那就看它这点，因为这里反弹已经够笔了，这里反弹已经够笔了，随时结束往下走也可以的。你就是说这个延伸性差一点嘛，毕竟它这个受消息的刺激比较大，所以下周就关注。现在已经有5根 K 线了，看它是不是要往上延续，还是说直接掉头。所以这里相对要谨慎一点，只要它不能够再次出现结构性的变化，它也可以在这里继续震，直到这个尾端的时候选择方向，要么往下走，要么往上走，也可以的，对吧？那具体怎么选不知道，但是这里是一个相对比较纠结的一个状态，那你的仓位就不能太大。你等它选了方向之后再加仓的也来得及的，也来得及。好的，这就是这个特斯拉。然后我们再看一个，也是跟虚拟币相关的这个稳定币，就是 CRCL。因为之前也是有一位朋友问，这可能是被套的比较重吧，他是在买到了27级还是28级，现在是套的比较严重。那么我们之前其实说过这个位置，它这个反弹从171.5反弹到这个最高点215.6，它这个反弹是相对偏弱的。怎么看强弱呢？就是用这个黄金分割，黄金分割的这个0.382在220.2，它弹到了215.6，而且反弹够笔了，对吧？连最浅的0.382都没有碰到，然后就开始出现快速的杀了3天了，已经，就是相对是偏弱的一个状态。其实啊，如果说你是手里有票跟着它的话，你可能到了215.6也卖不敢卖呀，因为它完全可以再往上冲一冲。什么时候需要减呢？就是在周五的时候出现一个快速杀，出现一个顶分型的时候。因为周五这个是因为现在已经有3根 K 线，这3根 K 线，有2根有包含关系，包含处理之后，然后第3根
已经确认了这个顶分型了，对吧？其实是跌破了这个位置，也就是跌破周四的这个低点11199，跌破199之后就形成了顶分型，是应该减一点的，因为它这里完全是可以再次跌破171.5，形成一个盘整背驰，形成一个3段的盘整背驰之后，再看它的一个情况，是形成一个3个的盘整背驰，这里做中枢，还能够再起来，还是说这个第3段不背驰，它可以来个4和5，那就可能再去这个最低点了，就是这个开盘，上市之后的最低点64，对吧？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能预测它这里是不是要这么走，还是说一个背驰之后走反向这样走，我们不知道。所以说当下在周五跌破199的时候是应该去应对的。如果说你的相对仓位比较重，你也可以先卖后买的，先卖后买也能够把成本降下来，不是说一定要去先买后卖做这个差价操作，两个都可以。所以说，出现了这种情况，你先卖一点，然后再买回来嘛，并不是说你去割肉就不看它了，这是有差别的，对吧？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就分析这么多了。那我们本周的周末漫谈就到这里了，再见。